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我56岁，跟60岁的姐姐搭伴养老，才半年就上火，不计较钱也没法一起过。我是潘大妈，今年56岁，我是一家企业的退休职工，已经离婚多年。年轻怕女儿受委屈，不想再婚，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，到老了，年纪大了，觉得已经没有再婚的必要，就想安享晚年。但是独身生活了这么久，总担心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，一个人住还是不太安全。尤其是女儿为我的老年生活操碎了心，她一再的劝我跟她一起住。但是我想着，只要自己还能动得了，不想住在女儿女婿的家，别给他们制造矛盾。去年我姐来我家玩，两姐妹谈心的时候谈到了这个话题。我姐大腿一拍，要不咱俩搭伴养老吧。我姐比我大4岁，我56，她60。她家住在郊区，姐夫早2年去世了，她也不想再婚，一个人住在家里，2个儿子经常去看她。她和我的想法一样，不想跟孩子住一起，自己住多畅快。听到她提出的搭伴养老的这个想法，我也很兴奋。是啊，之前我为什么没想到呢？找个老伴，总担心出现这样那样的利益损失，和自家的亲姐妹一起，谁还会计较呢？我和我姐从小感情就好，两姐妹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她的退休金只有2000多，我的有4000多，大不了我大方一点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儿女们听说我俩搭伙养老的想法，也都举双手赞成。姐说她那里是郊区，空气好，让我搬到她家去住。于是我高高兴兴地收拾了行李，由女儿开车送我去了我姐家。本来以为从此开启了我们独创的养老模式，可以安享晚年，谁知才半年的时间，我就被现实狠狠地打了脸。搬到姐姐家后，刚开始那会儿我们还是相处得非常的愉快，两姐妹都很互相体贴。每天早上我们去附近爬爬山，去附近地里摘点蔬菜，然后再一起回家做饭。女儿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也是大包小包的各种买，给我买衣服就必须给我姐也买一套，护肤品什么的也都是一人一套。本来以为这种开心的日子会一直的延续下去，但是时间长了以后，我却感受到了，即使我和亲姐姐住在一起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首先是姐姐过于节俭，让我无法适应。或许是因为姐姐比我大几岁，小时候常见的物质贫乏的艰辛之故，她一直保持着节俭的习惯，而且在我看来有点过分。我每个月都会给我姐2000块钱的生活费，这在郊区生活完全足够了。但是我姐还是习惯性的各种节省，比如说用电方面，她到了晚上永远不喜欢开灯，厨房的灯只有5瓦，客厅开了电视就不开灯，在卫生间洗澡也不开灯。我经常是一开灯，她立马就关，还说不能浪费电。在用水方面，她更是让我无法忍受，每天拖地的脏水、洗菜的污水，全都得倒在2个大桶里接着，然后冲卫生间。每次走进卫生间都有一股难闻的味道，有好几次我把那些脏水都倒掉了，她都很不高兴。但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过这种日子，我最喜欢家里整洁干净，这样的厨房和卫生间我根本就不想进去。还有饮食方面，姐基本上不买菜，蔬菜就是从附近的地里采摘的，她自己种的有菜，邻居们也有，大家都互相摘，不花钱。鱼肉这些她很少买，只有儿女们回家了，她才会去买。有好几次我忍不住了，自己去集市上称了几斤肉回来做了吃，
他还说我们年纪大了，要少吃肉，多吃蔬菜。虽然我知道姐并不是舍不得花我的生活费，她只是养成了这些习惯，但这种生活我总觉得降低了自己的生活质量，过起来一点都没劲。然后就是作息时间相冲突，我姐睡眠不好，她总是晚上11、2点还躺在床上玩手机，半夜起床好几次，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起床了。我这个人睡眠轻，只要稍微有点声响我就容易醒，结果搞得我每天也睡不好。晚上他起床的声音也弄得很大，我一醒来就无法入睡，这样一来我每天精神都不怎么好。还有就是我姐爱干活，而我喜欢看看书写写字。她每天早饭吃了以后就去地里忙活她那点蔬菜，还老要我一起去帮忙。我这个人本来就四肢不勤，挑水浇菜这些活我也是硬着头皮跟她一起做。有好几次我不想去，她一个人去了。之后有一次就在我女儿面前念叨自己劳碌命啥的，让我听着一点都不舒服。再就是每周当保姆当我受不了了。以前我姐一个人住的时候，她2个儿子儿媳大概1个月左右回家里吃饭聚会，现在我来了，可能他们觉得多了一个人帮忙干活，也可能觉得姐姐的经济承受能力更强了些，就每周回一次家。他们打着来看我们的牌子，其实就是来搞农家乐的。2大家子人一来就是在山上玩，或者去附近的田野里拍照，累了就回来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等饭吃。说实话，我本来就喜静，挺讨厌这样的大聚会。以前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女儿女婿一家3口回家，也都是在家陪我说说话儿，然后一起下厨做几个菜，我倒挺享受的。现在我姐2个儿子共10来口人，一到周末都涌进了家门，而且都是空手，说的好听是常回家看看，说的不好听就是啃老。但是我姐高兴啊，一到周末她一大早就去集市里买菜，鱼啊肉啊鸡啊买一大堆，然后回家又是杀鸡又是烫鱼的。我能不搭把手帮帮忙吗？他们小辈从来不来帮忙，我这个当妹妹的不能袖手旁观了吧。于是我也得一大清早的各种准备，洗水果洗菜煮饭。吃完饭他们10来口人嘴一抹就走人了，我姐就收拾厨房，我就得收拾客厅，那家里叫一个乱啊，简直就跟打完仗似的。我哪经历过这种正事啊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的，哪都不舒服，需要调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。刚缓过神来没2天，下个周末又到了。就这样仅仅才半年的功夫，女儿心疼地说我气色差了好多，人都瘦了1圈了。我看看镜子，可不是嘛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前2天经过再三的考虑，我还是决定结束了这种搭伙养老的模式，向姐姐辞行。姐姐看起也是早有此想法，听我一提，只是顺口的挽留了2句。之后女儿开车接我回了家，回到自己的家，我顿时感觉人舒服了很多。搭伴养老还是不现实，虽然我是跟自己的亲姐姐一起，虽然我也不计较钱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也有自己的亲友网络，凑合在一起养老根本就是自找苦吃。我现在身体还好，自己一个人过没关系，等实在动不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再去女儿家也不迟。养老最好还是靠自己。好了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会。